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ZZ Lab， 我是振振，旅行线路动画。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 ZZCat777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答一位朋友的提问。罗宾同学呢提问说，这个能不能制作一个在陆地上行走的，就是不是飞机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动画，陆地旅行地图动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用到了一个插件，这个插件安装完之后会在这个发生器里，这个插件的名字就叫做 Proxy Frame。 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插件拖进来。拖进来之后呢，它有一个说明，第一步呢就是要在你的图片上画一个线，第二步呢就是设置一下你的要显示的这个图片，第三步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有一个车头转向的勾给打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第一步，然后我们先把这第一项关掉，然后把鼠标光标移到最前面，然后我们现在画一个从武汉到北京的线路。这个线路呢，尽量在画的时候要少一些的这个曲折，因为它这些点啊，会在运算起来非常的慢，而且你在画的过程中呢，不要有停顿，它必须一笔画完啊。我们现在就开始画。我们把它调成0，然后把这个呢选成绿色。线路的颜色，线路的粗细呢，我们把它设置成6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了。然后我们看一眼这个动画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做完了第一步，现在我们做第二步，把这个你要用的图片导进来。这里面呢，我是用了一辆小汽车的图片。我还要把我的头像跟这个小汽车做一个合并。然后我找到我头像的素材，这就是我头像的素材，把我的头像的素材也放到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两个项目呢，汽车和头像，把它新建一个复合片段，然后我们进来，把这两个项目对齐，然后把头像放到上一层，然后我把我的头像做一个简单的遮罩，把它遮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这个遮罩。OK， 然后我们旋转一下我们的头像，我们要跟这个车是同一个方向，然后把我的头像放大一点，放在这个车上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上一层，在这里面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文件，然后在指定图片里把我们的这个刚才做好的指定给它，应用片段。好的，把这个 Align Angle 的勾上。当你把勾上之后，你的车就会随着你的线路，它的车头就会动。现在我们看这个角度是反的了，我们把这个修改成180度，让它车头朝上。这个车头现在就能根据这个线路来回的转动。好，我们把下面这个微掉。好，现在这个动画基本上已经制作完成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动画现在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的呆板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做一个摄像机，
让这个整个的动画看起来更加的立体。我现在先把这2个项目新建一个复合片段。新建完复合片段之后呢，我给它添加一个摄像机，这个 M-Camerin 这个摄像机呢，以前我也介绍过，非常好用的一个插件。这里呢，我要设置一些关键帧。首先我把这个光标移到最前面，然后把它的进场动画和出场动画关掉，然后我再选中它，选中它之后，在这个 camera 的 XY 轴这儿添加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在 camera 的 Y 轴的角度这儿添加一个关键帧，添加这2个关键帧。好，然后我们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它这儿有一个控制点，我们把它移到这里，也就是移到我们这个画面开始的位置。这里我设置它的摄像机的 Y 轴有一个角度，我们就给它一个11度，然后把这个点移到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在结束的点呢，我们把结束点设置到这里，我们肯定是要结束到这个位置。我把这个 Y 轴呢设置成-11度。好，把这个点也移动一下，因为在 Y 轴改变之后呢，它这个中心点也会变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基本上这个角度已经出来了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镜头的远近，也就是特写还是全景的问题。我们在开始可以把这个镜头推得近一些，推到这个位置，-600，然后把下边这个也修改到-600，然后同样还是挪一下这个帧的位置，然后把它的模糊程度稍微的调整一点，把它的对焦点也改变一下。这里面我们看到它这个车运动的比较快，我们镜头走的比较慢，那我们就打开这个显示视频动画，然后把这2个点往前提，让我们的镜头早一点。好，还可以再稍微的提一点。OK， 现在我觉得它的左右的旋转的角度有点低啊，我把它调成-15吧，让它这个角度大一点，就是立体感更强一点。然后 X 轴呢，我也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，对，让它有一个这种立体的角度感。然后我们也改变一下这个起始点的位置。好，改变一下最终点的位置。好，那这个动画我们现在就完成了。
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给我留言。好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